好，就业安定基金说因为滥用了，所以追回了3亿哈，然后现在又说呢，又追了5000万啊。那这个就业安定基金连续3年亏了200亿哦，而且5000多万没有符合基金的用途，所以呢被审计长揪出来啊。那另外呢说，因为你要追究就业安定基金，要不要联络前部长许明春啊？洪尚汉说我们还没联络他，应该先检讨过去的做法哦，也不想得罪人了哦。那另外呢，因为就业安定基金被滥用，所以国民党委员要求暂缓审查劳动部的预算。我们看一下，不然你现在就是背书，我觉得这样不好。所以相关科目保留，对，因为你发言台上瞧不拢，劳动部长洪申翰直接走向国民党立委，蓝绿也爆口角。你过去4年在这里背书了8个会期，然后你现在负责来抓漏，不觉得很荒谬吗？国民党立委廖伟翔主张暂缓劳动部所有预算审查，因为审查项目内就包含前朝许明春、谢宜荣等人拿装潢办公室采购3节礼品的就安基金。今天有很多的就安基金的相关的问题都没有厘清，我认为今天就安基金不应该审查。不管要冻结或者是要做什么，都在委员的手上，是不是？我们还是按照程序来走。绿营主张程序还是要走，不该所有预算都停摆。经过休息协商之后，决议18号只审公务预算，一共347件，101件基金相关，择期再审。毕竟就业安定基金被发现支出不符目的，审计长17号说有5000多万将追回。现在还没有收到审计部的正式的报告，那我们也跟审计部正在了解这些细节之中哦。那我想劳动部一直以来对就安基金的态度都是，我们绝对不会回避问题。5000万怎么讨回？洪申翰说还要看报告细节。对此，前部长许明春不愿回应。现在检讨厘清工作落在洪申翰手里，但他却还没跟许明春联系。我们先做一轮检讨，我觉得这是现在劳动部我们比较优先。我们赶快来完成的事情。5000万不符基金用途，钱还没追回来，把关机制还得先公布，再来谈下个年度。好吧，5000多万怎么追呢？是跟个人追吗？找许明春付吗？还是找之前的这些部长付呢？哦，到现在为止呢，总不能叫劳动部出钱，这叫什么追呢？来，这个副秘书长。我想这个是很讽刺的，因为劳工其实就是付出劳力、勤勤恳恳在做事嘛。那想说这个劳动部，第一个是保障劳权，第二个你要保障他的就业机会，就没想到这个就业安定基金变成小金库，大家只关注到说所谓办演唱会。其实我们之前有开一个记者会，列举出来非常多非常离谱的，但念几个给大家听一看。许明春他拍沙龙照，其实也是用就业安定基金，然后拍完之后，他说是为了路跑活动来做，结果最后变成他的大头贴，好，变成他的脸书大头贴。再来，另外看到他在劳动部现有的既有的场地办一场记者会，花了38万元。他不用花，他是你自己的人，你自己的场地，但是你花了38万，到底是花去哪里？这大家会非常好奇。接着更离谱的是，他们每年在劳动节的时候都会拍一支影片。所谓的宣传劳动节的影片，花了1000万，拍一支影片，那成效 YT 的观看次数，因为我们这个有时候做社群，我们会很关注13万次，好像还可以，但是回头我去检视掉19则留言，如果你有13万个观看次数，你不可能只有19则的留言，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1000万里面还包括去买了流量。就是去做了这一些假流量，另外他也有花了75万去下广告，结果流量观看次数只有6000多次，你换算成一个人观看，你要花到几千块、几百块去观看，我觉得非常非常离谱。结果花了这么多钱之后，大家发现他的预算逐年的攀升，在媒体购买的预算，在2025年是2.17亿，而且我们看了这3年，几乎都是特定偏绿的媒体限制性的招标拿到了这些标案，我觉得挖下去。不只是劳动部，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监察院，还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有些大家平常没有在注意的地方，那种小细节里面，你会发现藏污纳垢非常非常多。就业安定基金的滥用呢，是特别的可恶的哈。就是因为你当初这些缴械钱，不管是家里面聘雇这些看护啦啊，或者是属于这种照顾型的哈，还有就是企业他们付的这些钱，你本来是要给说会受到影响的本劳啊，以安排他们的就业啊等等。
在这个就业安定基金呢，还有这个短促的这个情形之下，这些钱呢被他们这样子滥用。然后呢，洪申翰呢还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他在提出那个谢宜荣的调查报告的时候呢，也有被问到就业安定基金的问题啊。他说现在检调正在查，所以他们暂时呢不调查，根本就在胡扯嘛。然后当今天那个审计部呢把这个报告呢初步的报告提出来之后，然后他还不针对接下来的就是你到底是不是要再进行更深的行政调查，他也是好像这边打太极拳一样啊，不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立法院呢有调查小组可以成立调查委员会的话，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才真正的有可能呢让它这个水落石出。第二个就是刚才赵先生提到的，就是说你要再去追回的那5000万的不符的用途，凭什么是要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再来去缴还呐？你谢宜荣，你当初去装潢你的这个办公室，我们为什么要帮你们出这个钱？我觉得在这些很多的这个事项上面呢，其实都应该要把那个责任呢厘清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还有就是说，不只是有关于我这次呢，民众党呢在就业安定基金动的这些不当的哈，给这些绿媒的宣传经费上面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已经提过好多次了哈，就是我们的各部会呢，每一年呢都要花这么大的预算哈，然后去做这个广告，然后呢图利呢就是图利他们绿营的这个团体啊。不但是绿媒哦，还有很多的绿营的他们的绿油油之间的成立的公关公司啊、活动公司啊，那个一出手呢都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大家想想看，不觉得非常的荒谬吗？我们每一年呢缴这么多的纳税钱，我们的政府的机构呢有这么庞大的这个预算，然后呢他们这个我们还要去接受呢我们纳出来的钱，好然后来对于我们的政策上面的洗脑。这天底下哪有这么荒唐的这个事情？如果说在有很多的必要的政策的宣导上面的话呢，你采取就是不管是下媒体预算哈，然后做这个适当的这个露出，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啦哈。但是呢，现在呢这么多肥了这么多的公关公司，肥了这么多的绿色的媒体，然后来做对我们的这个宣传，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呢，再去审这些的预算的上面的时候呢，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把关。而且呢，在这个蔡英文政府上来之后呢，他其实是变本加厉哦。你看他从这个总统府上面的那些短影音啊、视频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宣传的手法呢，他们每一支的短影音，他所要花费的那个经费都是非常的吓人的哦。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的话，我们立法院呢还这么大方的给他这么多的预算，这个真的是慷人民之慨啊！其实立法院因为他现在化整为零嘛，各个部会啊，甚至各个基金啊什么，你谁会注意到就业安定基金呢？哦，但是每个用外佣的那个家里都要交2000块，每个月交2000块，失能的家庭啊，对啊，就交2000块已经很辛苦了啊，对啊，还要再交这个钱啊。但是我的意思就连这种基金都是有一年能编几亿的预算给这个三立、民视、年代，所以你们应该统计整个政府到底你整个加起来多少钱，然后到底是怎么分配？它很难，它都藏在一些小细节里面，你要一一抓，那个要很多猫腻藏起来的。要不然就要监察院、审计部要做这事，还有行政院的这个也要做。你看预算的时候，主计啊，看预算也要做啊。立法院的那个立法院，他们自己本身有这个相关的那个，他们其实预算中心有，他们现在包了很多的案子里面，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说要讲到，比如说农业啊上面的那种补助，它可能就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它里面就又藏了一些这种宣传的预算，它给一些这种绿的网媒啦。然后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的突然冒出来的这些的自媒体啊、新媒体很多，还有包括网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业安定基金的一个问题哦，我认为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也是凸显民进党长期执政下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弊病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想，不管刚刚在座各位提到什么，而且尤其是审计部已经速度的跟他讲说，你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刚刚看到整个新任的劳动部部长上任的时候谈的震天价响，说他不吃这一套，他会怎么样认查？就你现在要他认真查，他说还没收到通知。已经好几次跟他讲说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而且刚刚已经查出来还有5000万的这个使用是不符合名目的，你居然说要收到公文通知后再来做检讨，我想知道这之前你们已经执政这么久，你检讨的是什么东西出来？
就你现在跟我说你要收到公文才要来做一个全面的性的一个检讨，所以不管刚刚提到说，拍沙龙照啦，或者说办演唱会等等，这些都不符合基金使用的一个用途，就你把它都花过去了，那接下来怎么补回来？就像乃金也讲的，这都是人民的纳税钱啊，那到底是个人还还是怎么还？那你要给我们一个答案嘛？你不是说你要收到正式公文再来做一个处理跟解决？那我觉得，那你一开始跟你刚上任说喊的真相说你不这样，你会让他好整个劳动部步上轨道，我觉得那根本都是空谈一方啦。所以我还是回到就正常的说，未来针对这些基金问题，我们应该严加的审查，就是你在这个基金用途上。给特定跟你们比较友好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大内宣的一个工作，但是其实它的成效又不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呢，基金的问题未来必须要，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要求暂缓劳动部的这个预算的一个审查也是应该的。你把这个东西说清楚、讲明白之后，我们再来做认真的审查。因为他这个立法院对于各部会的预算、国营事业的预算，其实就已经审的虎头蛇尾了，真的是虎头蛇尾。开始哇讲半天，最后还没过，就都包裹过。那个基金根本哪有什么精神去看那个基金？所以政府那种各种基金啊，什么投资、转投资什么，根本没有不可能看。所以这里面就藏污纳垢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卫福部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同仁要深蹲，然后呢，他们的调查说这不是霸凌，这 PK 那受害人现在终于出来讲了，已离职了才敢讲嘛。他说我不知道卫福部的官僚如何认定我是出于自愿，我哪有出于自愿啊？我是被强迫的嘛，出什么自愿？他说自己想说，我好不容易通过国家的考试，不管高考啊、普考啊、特考啊，然后呢，工作内容应该是这样子吗？每次跟他一起深蹲、伏地挺身，而且要多长呢？伤害要多深呢？才叫做霸凌呢？所以这个话也是一字一类的所以当事人用签字文扣，他说要我们做伏地挺身，说他那个手都发抖了，说那到这个发抖还继续办公所以到底？刚刚讲要怎么伤害才算是伤害了那另外呢，这个当事人也说，你们也没有调查像我这样离职的人你得调查一些现职的官官相护，他不敢讲你就问人家离职为什么离职了那这个深蹲、伏地挺身而且他们还轮流做深蹲队长，就是你这些人那么轮流，今天你做队长，明天你队长，给我好好召集等等所以呢，他说，甚至呢，只是各科要推派健康操的老师，有的科长不敢抗命呢，要同仁呢不能赖皮，轮流担任深蹲队长。就科长本来他师长叫科长，科长自己又指派同仁，你们做深蹲队长，要去深蹲深蹲当然是好啦，深蹲是一个好运动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有的人关节啦，什么膝盖等等，每个情况是不同的那另外呢，这个王婉瑜了时代力量就是说，你出台应该重启调查嘛。那这不是霸凌，那什么叫霸凌呢？那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行政院的人事总处，这人事总处就管全国的这个各单位人事，理论上那说里面有一个叫霸凌女王。霸凌还做了女王了那说呢，如果人家请丧假，就是说赶快烧一烧就好了啦请什么丧假搞好几天干什么而且行政院查说的确是属实了，行政还不错了还查出来就还没有跟你推说没有了，他的目的是好的了那属实，所以要按照规定来议处那么另外呢，这个台大那个性骚扰的名医，说是赖清德的亲信国民党点名总统府资政帮忙施压，那这资政跑出来讲了，说我没有，总统府也说没有是台大医院依规定办理那这个说施压是李茂盛不是事实，你们再来讲我就告你们等等等等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
如果有其他因素，又或者是身体状况的，请不要赖皮，之后还是会轮到你，完全不能够跳过。我想问，这叫做非自愿吗？认为这是强迫，根本不是自己自愿。卫福部霸凌案争议持续延烧，时代力量主席王婉玉再收曾遭霸凌的离职员工投诉，公开对话截图。长照司祝建芳司长强迫大家做健康操15分钟深蹲，还要推派健康操小老师，甚至是出国旅游回国还要补做。在这样子长期的利用职权的要求员工的情况之下，有谁敢说他不要，甚至是直接点名同仁回来之后就要来做这件事情？离职员工还控诉，时间没到，这些所谓的自愿运动就不能停，还要被批评体力不佳，不愿意做就要列队大家一起，以及忍受长官彪骂，已经造成长期压力。就算是极少数的人感到不舒服，难道他就不是霸凌吗？离职当事人写信自诉，下班后确实有健身习惯，但这代表必须在司长辖带权势威逼之下，在高考分发到单位任职的1个月内当众在办公室做运动吗？焦点在于个人意愿，而非个人习惯，并不是下班之后会健身、跳舞、打球就需要在长官的指示下当众表演。司长他等一下没办法打电脑啦，可以笑他。对此，卫福部还没做出回应。离职员工也说，如果不是相关案件爆发，在公部门体系压抑氛围之下，可能一辈子都被晋升，无法说出这段倍感羞辱、身心煎熬的经历。这次站出来，只希望卫福部能够重启调查，不再有其他人受害。因为检举的会很多，非常多。自从谢宜容案件完之后，几乎每一天就收到那一叠。所以你看，我们去质询国科会，就开始先从国科会的这个霸凌开始，然后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然后这个主委或是部长就被要求要回去查清楚。然后呢，今天质询故宫，故宫也是告诉你一堆。总而言之是非常多。我就不断在思考，你看，包括深蹲，包括还有很多未爆弹，还有包括今天也有收到说他的姐姐来，因为妹妹就是得到癌症，然后受了多大的迫害，然后每次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所以我觉得我以为我已经离开学校，就没想到现在还要帮这些人做一个心理咨商，好不好？那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你知道会霸凌的人，通常分为2类，一种是过去，也就是被霸凌，所以他当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权势的时候，他也会用这个方法来。那这个霸凌的方法可能就是来自于心理，或是来自于身体的等等之类的。第二种是最普遍的，就是当你自信心不足，你专业不足，你不行，你要建立你的威信的时候，你就是让对方做一些事情，然后来建立你的威权。所以我不断在思考，目前为止这个民进党用人，很多时候你就摆在那个位置，你就觉得他德不配位，很多时候你就认为他的专业不够，你就认为说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坐这个位置，就反而发现说很多的时候都是来自于这些单位。那为什么是不是这些主管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个方法集体来做一件事情，来 please 他，或来跟他做一个部分，如果你没有违反的话，我可能做一些额外的一些可能员工认为是霸凌，而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这是他不自觉。所以当他被检举他是霸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没有，我不确定，我怎么知道我刚刚在如何。以刚刚那个骗子来说的话，你看大家说这个什么科长组长等一下会手动，你看旁边还有人在笑，他搞不好认为这就是一个同事之间彼此之间，所以每个人对这件事情认知是不一样的。但是霸凌者心理的受创、心理的创伤是确定的，所以我只能说，当你信心不足，当你觉得你专业不足，当你要用威权来正念别人的时候，这会不会就是你一向执政党用人的这样的一贯的方法？院长，来，霸凌女王是纯金还是镀金？名字在里面自己找啊。我先解密一下，霸凌女王到底是纯金的呢，还是镀金的？她拿了博士学位，她那里自信心不足。她历任各部会的人事处长，还做了很多那个管理处的处长，她自信心很强啊。那现在人事总处已经处理，就把她调任参事，就调离主管职了对霸凌这件事情，简单的说就是权势骚扰啊。其实这个劳动部有定义了，只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职位、职务或工作有关的行为啊。那底下它有六个样态，很多的暴行啦、胁迫啦、隔离啦、强求执行业务上明显不必要或不可能工作、切接业务上的合理性啦、过度介入私人事宜等等。从肢体的攻击、精神攻击、断绝人际关系、要求过高、要求过低、隐私侵害等等，总的来说就是违反意愿。深蹲这件事情，或者是骂人家立刻细节，这是违反自杀。刚刚那个霸凌女王更厉害，就是他的职员有一个是父亲往生了，他叫他说处理那么久干什么？烧一烧就好了。那有一个因为小产，他说早上小产，下午回来上班，他在做很多事情，就是我匪夷所思。
这个我们不认识，但是我知道说他在很多地方，各位上网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去演讲，在讲什么呢？讲如何能够升迁，就是这个工作技能。他所有的技能里面都是如何往上升，他完全没有讲到专业伦理，完全没有讲到整个职场上的人格品德。所以其实看得出来说，我们从小学教育过去这几年来，从阿扁执政到现在，我们从小这种点滴工程学对于品德、对于伦理，大家觉得这没有用，所以现在小学不教了，国中、高中、大学连公务员也不教，他的职场伦理当中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在里面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到处去讲演讲这位女性霸凌女王，她跟你讲怎么升迁、数位。他可以讲 AI， 可以讲数位发展，可以讲升迁，可以讲核心能力，他就不讲伦理，所以本身是实践者，他升得很快，无往不利。但是呢，历任从这个好几个部位转去以后呢，终于到这样踢到铁板了。但是集很多人怨，最后到人事总处才弄下来。讽刺的是，现在通常我们出现霸凌最严重的地方，都是最讽刺的地方，最不应该出现的。人事总处管人的，出现霸凌。他管弱势的没有，卫福部呢照顾弱势、身心弱势的报复罪，这个霸凌很严重。劳动部照顾劳工的，这我们国家到底怎么一回事？我的不懂就是，通常这个如果是一般行政人员或者执法人员犯罪，像警察犯罪要加重刑罚1/2，将来立法委可以修法一下，这些专门照顾弱势团体的，还去欺负弱势的，加重刑罚1/2。慧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政府确实必须要针对各机关我想刚刚志恩委员提到说，现在每次的质询，尤其说我们民意代表，确实从谢宜农的这个案件过后，其实每一个民意代表多多少少都有接受到类似的一个霸凌的案件进来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管是刚刚我们院长提到，就是说，到底是我们的品格教育跟品德教育已经出了一些问题那大家只在乎升迁，那对于这些基本的品德品格已经变得比较不重视。但是呢，确实整个政府的体制里面，这些人都是辛辛苦苦考上公务人员，那却在这个高阶的公务人员这个要求之下，做出违反他意愿的这个事情，而且是有些的违反意愿是超乎一般人可以忍受的当然，你看到我们很多政府官员这个回复也是你说像邱泰仁讲说，他这个师长只是鼓励大家同仁运动，这跟蔡英文这个走私变超买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民进党执政以来一直创新很多的名词，跟大家对很多名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突破。我说真的是跌破大家的三观，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品德跟品格这些东西慢慢就不重要了嘛。我们都会用很多的方式去解释这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回过头来痛定思痛，就是说如何样的一个 SOP， 让这些公务人员那么认真考上了，却呢在做一些他认为跟他专业不符合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违反他意愿的事情，那政府的一个 SOP 这个处理机制是什么？而不是让这样的事情一直层出不穷，让这些高官们呢只懂得升迁，然后呢用他的升迁、他的当官来压榨这些基层的公务人员，确实是。我现在就是说，因为都靠检举嘛，那我觉得现在各部会首长还有各机关首长都应该自己去检讨一下自己机关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很多以前有，你是这个睁只眼闭只眼这个就麻烦，算了，不要去处理这种事情。有的是不知道。那现在既然已经各机关都发生这样的事情，通盘整个自己本身去检讨一下，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做到的。好，这个北检又再提沈庆金，传出来27号前要侦结。说用4大罪什么起诉贪污什么图利反正各种4大罪要起诉柯文哲，最重会判到无期徒刑那另外呢，这个黄静莹可能会被告，说为什么他用折扣码发送竞选小物，然后中间有抽佣那等等要请教副秘书长什么叫折扣码那另外呢，这个现在陈志涵说这是呛人。是认为呛人，说呛了入人于罪了，就故意要让他这个有罪，而且他们说呢，这个木可公司卖东西抽佣，他说这个跟政治献金有什么关系？这两回事情嘛。那检察官现在认为说给木可的东西就是政治献金，所以政治献金你们这中间呢抽佣就等于是这个从政治献金里面污钱了那另外呢，吴怡轩也是发言人，他说呢，我是付出劳务取得报酬什么叫抽佣呢？什么叫不法所得呢？所以他说从木可公司取得的劳务报酬，却被抹黑成抽佣，
无限上纲成来自政治现金啊，检察官现在就划等号了啊。那另外呢，这个陈志涵等人今天昨天被约谈嘛，吴玉轩说北检希望侦讯内容不会出现在周刊啊。吴玉轩还跟检察官说，希望节目内容你侦讯的内容不会出现在下一期的周刊上。检察官回答他说，我也很困扰。有人说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啊。不过这也有可能是个别检察官啦，他一定有一个管道哦。那这个管道呢，这个就反正地检署的事情。周刊都知道哈，我都在怀疑周刊是不是派了一个人在地检署里面哈。我本身就是。那柯文哲的屯田计划，所以被捞20亿。陈志涵说他当时不知道，但后来也听说以前是有这个计划，但是并没有实行啊，并没有去做了哈。那游淑慧说呢，这个越报越多哦，收钱的组织是不是都成柯文哲 ATM 哦？是包括成立公司啦、协会啦、基金会啦、政党啦。凡是能够收钱的组织，他都成立了，哦，好像都变成柯文哲的 ATM。柯文哲说看起来很穷、很简朴，但是每个 ATM 都是他的，他要这边领钱，那边到那边领钱就那边领钱，哦，每一个组他都能收钱，哦，能够存钱，也能够提钱，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柯文哲的进程们，也就是民众党干部，下午全都到了北检。今天是为了政治现金案吗？我拿东西哦，可以拿哦。我帮他们厘清他们不懂的问题。听到丈夫民众党副秘书长徐辅这样回答，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笑了。我帮他们厘清他们搞不清楚的状况，他们搞不清楚政治现金跟商品小物是什么。新闻舆情部主任吴怡轩接着补充说明，被约谈的还有学姐黄静莹，这4人首度被检方传唤，目的就是要调查柯文哲政治现金案。另外2人则是木可公司员工何爱婷跟李婉萱。何爱婷没回应问题，反而还皱眉头。金华城案跟政治现金案侦办进度来到尾声，即将侦结，检方现在就是要查政治现金有没有流入木可公司内，掌握关键金流证据，拼起诉。复讯2个多小时，包含木可员工在内6人全数请回。就是来协助厘清案情，因为我发现好像这个底下有很多不是很理解的地方，包含募款小物或者是一些政治现金。那么当然我们是国民，我们一定要来协助厘清真相，希望司法能够早日还当事人公道。对于案件起诉前频频被爆料，民众党重话反驳，只是这回北检大阵仗的重量级证人团，不管是金华城案还是政治现金案，已经进入另一个核心阶段。副秘书长哈，到底怎么回事哦？那到底这个政治现金跟这个什么商品啊、小物、木可的小物有没有关联？好，这个从昨天到今天，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党检没一体，我算是说今天亲身遭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先讲一下，就是大概是上礼拜，其实检方有传唤我去，因为我上次有到调查局去作证，哦，那他这一次说检方说，那就把上次的调查局的作证到检方去。结果礼拜5要去，礼拜4临时下午告诉我说，不了，你不用来，下礼拜2来。好。然后到了礼拜5之后，才发现原来丢了一堆传票，全部都是我们发言体系的，吴怡轩、陈志涵学姐，我还包括刚才2位员工，其实还有其他人，就是说全部都到礼拜2，这么突然的改变我不知道，但是一看礼拜2是周刊出刊的日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巧合啊，这就是当是巧合好了。但我们昨天在调查局在检方的时候，分别都有被这个调查局的人或是检方的人说，那个你们案情的部分就他们讲的含蓄就不要多说啦，多透露，就是我们今天侦讯内容，我们都严正的跟他们说，每一次我们作证或是我们不管是相关的人去，然后隔天或是下一周或是隔2周就会出现在周刊或者出现在哪里，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那当然，刚刚也看到怡轩那边也说，检方也说，我们也很困扰。然后我甚至我也跟调查局的这一些这些调查官讲说，为什么每次都这样沉默不语？我得到的答案是沉默不语。结果没想到这一次侦查不公开，不是说我们说下个礼拜不要出现嘛，守不到一个晚上就出现，而且里面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是对我们扣人于罪。
好，我们来讲到说为什么这次他们会传唤我们里面要问到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说，就是你们上面有一些折扣码，当初说就着这个折扣码，然后因为会打95折，那你们就会收受所谓的佣金等等。第一个，我们收受的全部都是劳务报酬，我本人甚至没有折扣码。我也被叫去，那你说什么？是因为折扣码才收到佣金？我根本没有折扣码。折扣码是说95折，然后可以拿到5%的佣金，这个意思吗？他检方或是说这个报纸这样子写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当时只是因为说，这木可他除了有这个竞选小物之外，他其实还有出个人的商品小物，不是 KP 的，是 NUKP， 那个是他们自己的商品小物。那当时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只是想说帮忙多宣传，第一个让柯文哲的这个肖像或者他的服饰可以更多人穿，第二个。他如果木可跟竞选总部这边，他有所谓卖更多，他有所谓分润回到竞选总部的话，这是好事一件。当时绝对没有提到任何我们需要的什么要报酬或等等。就像我们今天来上节目一样，事后呢，因为帮忙宣传之后，他就来了一个劳务报酬单，我签了劳务报酬，我才知道哦，原来你给我这些劳务报酬。这个我们也跟检方讲得清清楚楚，就没想到今天居然就说，我们是分佣，而且还说你们可能会转为被告。我觉得这个侦查不公开是一件事情，那毁人于罪这又是一件事情，让我想到为什么最近这几个我们所谓的发言体系会被同时突然之间遭到约谈。我觉得最近有在传说，包括金华城或者政治献金案的案件，可能在最近会有一个侦结起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寒蝉效应。起诉以后，柯文哲会不会放？现在很多，我觉得现在放很多风声说会继续接押或等等，我们希望不要。可是对我们发言体系或是我们这个文宣体系来讲，我们当然起诉之后，我们要为他辩驳，要作战。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所谓的传唤非常有政治意涵的动作，你们发言体系我全部叫过来你们现在有把柄在我手上你说我们会不会有心理压力？会啊，司法机关、司法机器在他们手上啊。你需要下次再传我，然后下次再做被告。可是该讲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讲。你想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这个很容易去分别了，因为为什么会有折扣码嘛，对不对？例如说它的折扣码是每一个人的英文名字后面加个520嘛，我看是这样，对不对？就包括陈志汉就是写 Vicky 520嘛，这是他折扣码嘛。那折扣码有2个用途嘛，第一个用途就是说你让大家说有折扣95折，但另外一个用途就是说你从后台可以去看说每一个人这用他的折扣码销售了多少的产品。那如果你要说这是不是所谓的佣金，其实这概念很简单嘛，是不是按照百分比给的嘛？你到时候你卖多少收得高，那理论上就是佣金嘛。那如果你只是统一做行销的话，那你就是所有人都是领一次的金额，而且是同一的金额，那我觉得你很难说是佣金。所以我不知道，但确实我觉得检方是不是按照说是几这样才提供所谓的佣金这方向去思考，我觉得这是有它的可能性在。讲到这一次这个爆料了这爆料其实这一次不是周刊嘛这一次是联合报所提到的。那这内容其实提到几个部分，刚刚提到第一个就是佣金这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政治现金这到底是募款还是这个所谓的企业方面的一些商品收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我特别去找了民众党2023年9月29号就发了一个新闻稿，这新闻稿就是说第二波这个柯文哲的这个募款小物，就是讲他们刚刚说这募款小物多重要啊，支持柯文哲啊，对不对？都是用募款这2个字但最后面的网址是连接到是木可的商店，就是说木可的商店到底是进总的还是木可公司的？似乎是木可公司的他卖的东西并不是募款他卖的东西不是募款，包括我点进去看当时2023年9月的页面你看第一项是什么？卖的是衣服这衣服卖的是1180元的衣服。那你说这一笔1180元它是募款吗？它不是募款但是它是在募款新闻稿里面的连结所以你说民众看到这个以为我在捐款捐给民众党或捐给柯文哲，结果但是其实我是买商业商品，所以我觉得这些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结点嘛。所以这个症结点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符合到政党法里面所谓的政治现金的收入跟使用的一个方式。那最后我提到一个重惩，因为重惩这个绝对值得提的。重惩因为全部这些坏事情都是在2020年发生的嘛，对不对？包括这个朱耀虎的210万，包括后来有这一笔之后有这个所谓的屯田计划，那屯田计划后来又延伸出这个重惩。那重惩当然这个你说他的这个负责人是这个孙正强，他是民众党的专案委员不是？是，对，网络上是这样写不是孙正强不是我们的专案委员。那我问你，那他是不是民众党有党职？
他没有党职，孙正他强有没有任何民众党连结吗？没有啊，那但网络上你去查是不太一样了，那没关系，我让你有查错了。监察人是孙正华，他是我们的中央委员。好，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上网络上查了，不要听我说啊，去网络上查哈。但确实，无论是他，无论是这个大妈老司机，他是第2号嘛，对不对？第2号也是登记于这间公司的，都跟民众党有连结。那这个朱慧荣应该就没有话说了吧？他确实跟民众党有连结。朱慧荣就是党员，然后他所谓的20亿，我现在不知道20亿在哪。我2022年入党，从来没有听过所谓的重惩屯田计划。对，但你没听过，不代表它不存在，对不对？可以这样说。有没有执行？做一个公司有没有执行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再来，刚刚宜翔有讲到的，我觉得政治现金捐款是政治现金，但在政治里面，它还有很多的文宣品的收入，那叫做政治收入。我就提一个小英商号，这也就在民进党底下在卖的商号这件事情，它就是蔡英文的政治收入啊。那你要说要把它列为政治现金的话，那糟糕了。所以2016年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观光客、大陆客去买了小英商号。如果它是政治现金，那蔡英文代表收了中国大陆的政治现金。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必须做一个区隔嘛，就是你是商品的经营，跟你是捐款。所以刚刚讲得很清楚，这个我可以同意嘛？单纯是商品跟捐款行为。所以我指得很清楚，就是2023年9月27号，这只是一个案例了。你们是直接把捐款的新闻稿连接到募可的商品，那就是问题了。不是买商品是买商品啊，捐款是捐款，所以嘛，你同意啊？所以你不应该这样写的，民众党不应该把募款的新闻稿下面直接连接到商品啊。那我们下次请你来改稿好了。我觉得大家都没有疑虑，就只有你会有疑虑。不是你刚刚自己也承认，对啊，捐款是购买商品，那只有你民众党把它连在一起啊。等一下，我觉得那个屯田计划呢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哈。徐府刚才讲说，他入党到现在，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屯田计划。但是如果说今天志涵呢，他在立法院党团的时候接受访问，他所说的话没有经过媒体的断章取义的话，他基本上是证实的哈。他是说。他看到的时候呢，有去了解一下哈，然后呢有去了解一下呢，但是呢这个。后来并没有付诸实行嘛，哈。那他质疑这个时候呢，被这个东西提出来，被周刊报道炒作的动机。但关键不再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被炒作出来，而是当初柯文哲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屯田计划到目前还没有连接到柯文哲身上哦。你看到整个的公司的成员里面，其实他跟柯文哲的关联是什么？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确实有口，我刚刚说孙正强嘛，对不对？其实是孙正华，没错。孙正华是这间公司的监察人哦，然后他同时也是民众党的中央委员，这个都是经过党内查证是啊，所以确实这个公司的监察人就是中央委员嘛。这是孙正华嘛？他要搞一个他自己做生意有什么问题？他要搞一个20亿，然后做这个创投公司，然后做控股公司，做创投公司，然后作为民众党的党营事业吗？这一切都是违法的耶！在搞什么啊？有没有执行？没有执行啊！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想真是太奇怪了。我基本上这样的啊，我来看啊，就是说陈水扁的时候扁帽工厂嘛，对不对？哦，我们选举的时候也有卖一些小物了啊，以前。那你说小物跟政治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嘛。我是因为支持柯文哲我去买你这个小物，我不是看你，我干嘛没事买你一个什么帽子啊，买你什么一个衣服嘛？当然是有关，只是它还是一个商品啦。好，就是说你不能说它就是政治现金，它跟柯文哲是有关的，但是因为支持柯文哲，所以来买这个小物。那我来看，如果说鼓励员工说你们去卖，就算去卖掉了也抽5% commission，这个很正常，这没什么不对啊。这并不是贪污竞选钱啊，很多时候就为了鼓励多卖一点东西，所以给员工一些奖励，或者事后给奖金。我觉得那一点不能应该人家说人家是侵占竞选的这个基金的经费。我觉得这两个要分开了。休息一下再回来。他们的问题。立法院有3个人事权，大家蛮注意的，一个就是大法官，另外一个呢就是 NCC 委员，还有一个呢比较没有那么重视的是考试委员，但是呢考试委员是第一关先来啊。好，我们一个个讲啊。大法官被提名人呢，本来啦啊，有那个张启凯有问大法官的这个提名人了，说你们是坚持死刑，你们有没有跟那个被害人家属见个面，让他们了解一下被害人的这个家属的痛啊？那他好像也同意了哈，那结果现在呢说不行，说而且我们一致认为
要维护宪政体制运作，所以呢不宜参与个别立法委员为个案提出来的要求那吴宗宪委员就轰说你上个礼拜才答应啊，那现在怎么就反悔了呢？而且去了解一些事情有什么不好呢？张启凯说是不是总统府施压？所以呢这些提名人还是我们一致认为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的评论是说，既然有联合声明，就表示上面的意思，否则他是个别彼此之间也不见得认识，怎么会突然提出一个联合声明呢？那另外呢，这是大法官了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安排受害者的家属，是你好好坐下来面对面，倾听他们的声音，你愿意吗？是我当然愿意。几天前，大法官人事审查会议，民众党立委张启凯当面问被提名人廖福特愿不愿意面对被害家属，当下给出肯定答复。几天后，原来是安排大法官被提名人嘛，跟我们对话，我们非常可以说是不远千里，然后赶过来对话。曾获师铎奖的退休女教师，10年前惨遭杀害，凶嫌5度被判死刑，但释宪案过后改判免死。本来希望大法官被提名人可以直接面对家属，但立委质疑府方给压力。几位大法官在联络过程里面，他们是有表达，因为总统府做的决定，他今天没办法来。司法院正副院长以及5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共同声明，依法审查已经完竣，尚不宜参加个别立委邀请活动，因此婉谢受邀。但家属们早已请假北上。妈妈在10年前的12月被强盗性侵跟杀害，捅了55刀，刀伤及剑骨，刺穿肺叶，很可怕，对不对？现在讲这些话，我都在发抖。他们是受害者，他们今天没有办法说话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除了希望大法官说明到底什么叫最严重之犯行，现行法律制度对被害者家属来说只有一个疑问：我们到底做错什么？社会其实还是有恶魔存在，那在面对恶魔的时候，你还是要有霹雳的手段，你不能只有菩萨的心肠。被害家属收拾完破碎心情，还得牺牲生活，花极大精力在非自己熟悉的法律层面上钻研攻防。对家属来说，只是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折磨绝望。好，那么考试院的人事呢，再也就蓝白的封杀叫柯立霖了哈，只封杀了一个人哈。国民党没有封杀这个周鸿宪，也没封杀陈哈，那就看得出来啊，蓝白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够成得了事了。只要是各有各的立场呢，那基本上就不可能成事哈。那黄珊珊说，当议员20年从来没有投错票，那这怎么投错票呢？有时候会故意笑他，说呢，明明你心知肚明，你还认为他是故意的啦。那另外呢，就蓝白本来他们希望干掉这个周鸿宪嘛，那就因为不同调，所以周鸿宪也干不掉哈。那另外呢，他们媒体人就笑说，那下礼拜大法官会议的时候，黄珊会不会不小心投给姚立敏了哈？那好吧，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考试委员其实，在蓝营本身的党团大会就有非常激烈的一个争辩嘛，因为就有很多委员提到，就是说他们一一质询这些考试委员，然后对于这个公教人员的这一块，是不是要停审、要停砍？然后呢，他就认为像周鸿宪对我们来说的话，他是踩得非常的硬，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认为这里面不该过关。其实很多人都是，那我们就看到之前真的是有看到民众党的一个想法嘛，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我们投了反对票，民众党只要8票跟那民进党是全部都是通过的嘛。这个还是没有办法，51票都能通过，1票都没跑。对于那个这个原住民的那位委员是争议比较大的。那我也知道说，民众党可能有意要去封杀他，但是我们也咨询我们的几个那个原民的这个立委，他们认为考试院既然只有提名他即使有些的争议，但是为原民未来的着想，他们还是认为，所以我们就尊重。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步调里面，还有很多人就提出来，有些人是蓝皮绿骨，有些人是怎么样，每个人本来想都个别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可是最后还是做成这样的决定，完全同意了。如果蓝跟白在这一块没有，你看虽然说只有一个人中箭落马，可是里面那个层次还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2个没有合作的话，其实在立法院里面的结果是会让
让人家蛮失望的。你们应该说他要罢的我也同意，我要不够的你也同意，这样就3个人了。来，一想，其实我想现在这个无论是考试院或者是这个司法院现在的一个讨论案子哈，其实我觉得尽量都应该寻求一些共识啦，因为基于说考试跟这个司法，其实理论上不应该有太大的一个政治争议在了，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应该诚心的沟通，但是同时哈，这个家主的心声确实我觉得要被反映在其中了。受害人如果对受害人，如果他们不愿意就是无法因为这个现在正在审查他们的人事相关的，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之后应该也要找时间点，就好好倾听一些家属心声。那个大法官哦，你要不然你当初就不要答应嘛哈，答应了之后呢又不出席，我觉得实在是太这个可能有个别答应的，结果集体压力或者上面压力来，他就不敢来了。对啊，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不讲这个诚信了哈，而且呢也显示这个大法官呢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立场上面呢，他显然他当初被提名就是因为是听话的哈，是靠这个上议行事，所以现在当上面的压力一下来的时候呢，那他就不去了。这样子的一个大法官，你还相信他会独立审判吗？来，这院长，白天不懂夜的黑啊，受害家属不懂这想当官心的黑啊，哪有说大法官？一般来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公地道，就不用争论。那也许有些阻却违法，我知道，至少7个8个，这大家有念过。可是怎么会有对这种家属说人家在审查当中，而不要跟他们见面？大法官如果你要做解释宪法对人权这事情，而且日期都定好了，你自己也答应了。如果连这个对老百姓的同意或者是这种答应都可以食言而肥，我不认为你这样可以坚持的理想。最后一点就是，大法官还有都说大法官不受民意节制，我听你在一鼓作气。你们现在不是在他们审查吗？他们什么机关？民意机关，大法官脑筋不清楚。来，这封面我们常常在笑说有一些判决是恐龙法官嘛，不食人间烟火。那现在被害者家属都来了，然后大法官临时放鸟，这是3叶虫大法官吗？那你将来不能只负责高尚，然后面对被害者家属对你的质疑、对你的质问，然后互相沟通，你就选择不听不理，那当然就是一个3叶虫大法官了。我觉得他说维护宪政体制，所以不跟这些家属见面了。我觉得这些大法官是非常的讽刺哦。你连这样的一个口头契约也是契约都不懂，你怎么担任我们的大法官？而且重点是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的那是内心需要被你们听声音，被你们听见，就你却是因为上面的压力而视而不见。我觉得这样的大法官真的不够适任。就算是现